我相信，岁月能抚平任何伤痛。以公主倔强的性情，即使伤痛可以平复，但是毕竟是奴婢欺骗了她，以至于我永远失信于她。将来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测，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吧。好了，郡王爷想知道的，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如果郡王爷没有别的吩咐，奴婢想先回上仪局打点一下。孟凡，为什么本王觉得我们俩好像变得有些生分了？宫里有宫里的规矩，我们做奴婢的还是循规蹈矩一点的好。参见公主殿下，皇后娘娘驾到。奴婢参见皇后娘娘。公主，皇后娘娘来看您了。你们都下去吧。是。怎么，果儿还在生娘的气呀？来，起来，让娘看看。哎呀，你的脸色这么差，哪儿不舒服啊？要不要换御医来看看呀？不，孩儿没事。还说没事儿？这2天你茶饭不思，闷闷不乐，再这样下去，没病也会闷出病来的。孟凡，你是怎么伺候公主的？奴婢知罪。你照顾不好公主，要你何用？奴婢知错，奴婢甘愿受罚。母后，这不干孟凡的事。这2天是孩儿吩咐他不要在旁伺候的。孟凡，你起来吧。哎呀，果儿啊，你到现在还不能体谅娘的难处啊？你怎么不想想，当日樊良引诱你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来？像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我大唐皇室颜面何存呐？此等事情要是发生在寻常百姓人家，也是不能轻言善罢的，更何况是在帝王之家。娘也是被逼无奈呀。那个樊良，他熬不住囹圄之苦，在牢中伤病齐发而死，怨得了谁呀？来来来，快点快点，你用点劲儿，真好玩真好玩！再来再来，来！哎呀，你输了，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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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再拿一个，来来，你们是不是闲得发慌啊？哦，叩见皇后娘娘。你们这是在玩斗草吗？本公主最近心里闷得发慌，正想找些事情来消遣一下。哎，女儿啊，那还不开个斗草会，热闹热闹？去，帮公主到御花园去选一些柔韧的草来，让公主比赛用。是，奴婢知道了。慢着，御花园里的花草
本公主若能选用，其他人也能选用，对吗？采梅、孟凡，你们替本公主找一些比花草性质更加柔韧，能用作上等斗草的珍品回来，知道了吗？奴婢知道了，去吧。哎呀，不要吧！什么？哎呀，当心被公主进来又看见了。你怕什么？就是给他看见，又能怎样？你也见着了，上次我是怎么教训他的。哎呀，不要了！再怎么说，她也是公主，而我只是个奴婢。公主又怎么样？好歹我也是梁王世子，而你是我宠幸的女人，他敢动你一根汗毛吗？更何况他那个公主只不过是李家皇朝的公主。终有一天，这个江山……哎呀，你们这些纠缠不清的事情我不管，我只知道我是个奴婢，成天到晚要在宫里的，怎么说也要看公主的脸色讨活。我的好采梅，莫不是那贱人为难你了？昨天呀，我跟别人在斗草，刚好被皇后娘娘和公主瞧见。皇后娘娘不知道怎么了，忽然来了兴头，说什么搞什么斗草会。公主就吩咐我和孟凡去找一些什么性最柔韧的珍品，来供她斗草。你说她这不是在为难我们吗？哼，这个不成器的小贱人，从小就被皇后宠习惯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嬉戏玩乐。不过，我还怕她真有几分是故意难为你。哎呀，那驸马爷，你可要替采梅快出个主意才好啊！好，我想一想，最柔韧的东西，哎，人身上的毛发不就是最柔韧之物吗？你干脆让他把自己的头发剪下一绺来，不就好了吗？哼，好啊，驸马爷可真坏。有了。我记得长安泥衡寺有一尊维摩诘佛像，汗下有一部胡须，据云是晋朝著名诗人谢灵运临死前亲手剪下，赠于寺院住持方丈。住持为纪念这场功德，便将这部珍贵的胡须粘附在那尊佛像汗下，从此以后便传颂为一时佳话。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难不成你还能把这个胡须拿下来供公主消遣玩乐？他不是吩咐你找珍品吗？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不就交差了吗？哎，对呀。好了，我帮了你，就看你怎么报答我了。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是说，小福姐，怎么了？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看来服侍太子还真是份好差事哦，怎么都比我们待在上师局的人舒服得多。就是嘛，至少啊，不像我们每天都要被烟熏。对啊，对啊。你们别开玩笑了，谁都知道派到太子府的人都没有什么出息的，尤其日子一久，更会让人不屑一顾呢。大家啊都是宫里头供人使唤的苦命人，在哪儿当差不一样啊，并不分彼此啊。对啊，对啊，大家都是好姐妹嘛。你们都在啊？小凡姐，小凡姐，姐姐，我特意带给你们的。好啊，好啊。姐姐，你今天怎么来了？你不是很忙的吗？才没见几天，就这么想念姐姐啦？难道你就不挂念我这个妹妹吗？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我不挂念你，挂念谁呀？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个你牵挂的人。你这个小鬼，一有机会就乱嚼舌头。哦，对了，其实我今天来这里呢，是有重要的事情。什么事？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斗草的游戏？斗草？小凡姐，你要玩吗？不是，是安乐公主呢，过2天要在宫中举行一个斗草会，所以让我去找那种上佳的比赛珍品。哦，要说斗草的话，那属君儿姐姐最精了。对啊，对啊。君儿，你知道啊？那当然了，这斗草分文斗和武斗，这个武斗呢
选择花草的柔韧性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一般用来斗草的品种上呢，也是绝对不可以含糊的。同样啊，我们在选择文斗的材料上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用车前草。除此以外啊，我们还可以使用很多的花草啊、树木啊。比斗时，双方需各把草料相互交结成十字状，然后各自向后拉扯，以草料不断者为胜方。主要比试的是草料的韧性，所以在选择草料方面尤为重要。姐姐，小福，你还没有睡啊？你还在弄这些草啊？哎呀，这些主子们呢，一有要求，就把我们这些奴才给累死。这些呢，都是奴婢应该做的。对了，小福，姐姐知道你跟君儿之间有些不和，但是呢，其实君儿这个人本性不坏啊，只是有一些势力罢了。这也算是在宫中生存的一种方法。姐姐，我不会跟他计较的。虽然说我跟他是有一点不和，但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呢。总有一天，我会坐上6举女冠，成为内舍人，就像当日的婉儿娘娘一样。得了得了，你呀，不要老把这个心愿挂在嘴边了。最近在宫里面，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姐姐，你在担心什么呢？近来公主脾气有些暴躁，我希望这一场斗草会可以疏解一下她心中的郁结。小福，来，你帮我试试。来，你拉这边。哦，1、2、3，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啊？我来帮你。来，这样。根据奴婢搜罗所得，有一种叫龙须草的，最适合用作斗草，又名蓑衣草。这种草呢，会长出鱼皮叶状，每年生长出花梗，呈淡绿色状，多生长于江畔、河谷，还有沼泽、温润之地的山岩隙间。一般呢，会用于农舍人家作为编织绳索，来填塞各种家居用品，十分的耐用。不错，确实是下过一番苦功。谢公主谬赞。你呢？回公主，经过连日研究，奴婢认为人参毛发乃是天下至柔至韧之物。公主可曾听闻，在宁恒寺中供奉了一尊维摩诘佛像汉下，保存着一撮晋朝风流名士谢灵运的胡须。谢灵运，就是那个有名的大诗人吗？只怕就是吧。那这就奇怪了，一撮古人的胡须，竟然长到了佛像的汉下。那是当年谢灵运在临行被处死之前，亲自割下来赠与寺院住持的。因为谢灵运的胡须曾一度天下闻名，被时人交口称誉。后来谢灵运死后，住持把这撮遗须视同瑰宝，珍而重之地把它粘附在佛像额下。好，那就借它来玩玩吧。公主，这撮胡须既然是古人留下来的遗物，又是宁恒寺历年保存拥有，实在不宜运用。如果贸然借用的话，会有所不敬，请公主三思。这有什么关系？斗草之后，本公主会在宫中修建一座佛寺，打造一尊佛身，然后再把胡须粘上去，这样就不会有什么不敬了吧？可是公主，采梅，这次你做得非常好。这个簪子就赏给你了，谢公主厚爱。既然你也为本宫花费了一番苦功，你也有赏。谢公主。
好好，高兴就好啊。奴婢参见驸马爷。免礼免礼。重续叩见皇后娘娘。看你这副样子，是不是又到外面花天酒地去了？你这个驸马爷是怎么当的？啊！本宫这阵子每次来凤阳阁，一次都没看见你陪在公主身边。你是不是已经把她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有没有半点关心过她呀？啊？你知不知道她最近发生了什么？简直是混账！本宫把女儿嫁给你，不是让她来守活寡的。重训知罪。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死心不改，本宫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你好自为之吧。重训一定谨记娘娘教诲。我武三思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子！你跟公主成亲之后，一直背着她在外面和那些宫女鬼混，把公主冷落在一边。爹，你少给我狡辩！你就是要拈花惹草，那也总该小心一点吧，不能做得太过分了。你再糊涂也该知道，公主那是皇后的掌上明珠啊！爹，我们武士的子孙，难道还怕姓李的看皇后的脸色吗？笨！做大事就得沉得住气，时机未至，那就得忍。等父王把江山做了，那时候你再想怎么样都可以。爹，您放心，孩儿往后自当尽量检点节制，以免有把柄落入他人手中。知道就好。得罪了公主，那就等于得罪了皇后，这对我们父子俩那是十分不利啊。皇后说公主爱听戏，着你安排一场堂会，即挽回公主的欢心。好。殿下喝茶。福儿，你今天打扮起来特别的好看。听殿下这么说，那福儿要是不打扮的话，是不是就不漂亮了？你可是越来越伶牙俐齿了。看起来，长得漂亮的女人都不容易对付。太子殿下是绕着弯儿调侃奴婢吗？我怎么敢调侃你？我对你好还来不及呢。殿下又捉弄我了，信不信我以后不理你了？好，好，好，是我不对，是我说错话了，我以后不敢了。我的福儿，你可别不理我。刘御史、张御史等大人求见。参见太子殿下。四位大臣，所谓何事？安乐公主为斗草玩乐，强夺霓衡寺谢灵玉遗墟，实在过分。此事不但招来文士非议，强夺民产，更加引起民愤呐。请太子爷定夺。各位大臣，安乐公主本性并不坏啊，她会这么做，恐怕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因。此事我会查清楚，你们下去吧。臣等告退。叩
见太子殿下。免礼。皇兄，你怎么来了？快坐。皇妹，最近听说你心情郁闷，可皇兄一直为了政事操劳，没有时间来看你。多谢皇兄关心，果儿已经好多了。那好，皇妹啊，之前听大臣说，你非得拿霓衡寺谢灵运的遗墟，方能换来一副好心情。皇妹可否想过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呢？皇兄如果是来数落我的话，就不妨省省这口气吧。请回吧。你是越来越放肆了啊！你有什么不满，大可以在父皇和母后那儿告我。不过你可别忘了，我才是母后亲生的。你打呀！如果你不想当这个太子的话，那就打呀。好。父皇，难道您真的要如此放任安乐公主，让她无法无天的胡闹下去，而完全不闻不问吗？拿几缕什么古人遗墟来斗草玩乐，不过就是孩子气的恶作剧。这么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那就根本不是恶作剧。安乐公主是仗势欺人，任性妄为，近日来她更是挥霍无度，早已惹了众怒了。父皇，果儿出生于颠沛流离之时，自小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俊儿，你身为长兄，即使安乐公主随心所欲，有所逾矩，你也只宜慢慢悉心教导，加以循循善诱，不必要把事情闹大。对了，今天晚上驸马为你母后和公主在麟德殿摆下戏曲堂会，你来吧。请恕儿臣今晚还有要事在身，不能亲往一同助兴。儿臣先行告退。公主今天晚上想佩戴哪根发簪？随你吧，反正只是看戏曲，又不是出席什么隆重的场合。公主是还在生奴婢的气吗？生气也好，不生气也罢，反正樊良是活不过来了。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不管公主殿下是否原谅奴婢，奴婢都真心希望公主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说的倒容易，你可知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生离死别。但是公主，有时得失之间也不必太过执着。孟凡，我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去替我办了。公主殿下，是什么事情但说无妨，只要孟凡办得到的，一定尽心去办。我想让你在太液池上帮我放个河灯。放河灯？是为樊良祈福吗？这也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点事情吧。但愿他早日登上极乐，下辈子平平安安，别再受这般苦了。请公主放心，奴婢一定尽心去办。不过你要记得，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奴婢明白。
先行告退。怎么了？女儿只是觉得身体不太舒服，用不用请御医啊？母后不用担心，我儿回去休息一下便没事。当心点啊！公主，您要的水打好了。好，放那边吧。是。本公主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都下去吧。是。采梅，采梅，公主，翻了。希望你们来生能够再相遇，再结这段未尽之缘。什么事啊？罗将军说有要事禀告。什么事情非得这个时候禀告啊？末将参见皇上、皇后娘娘、公主殿下。何事？你说。回皇上，末将刚刚得报，有人在太液池中发现一具浮尸，经查明正身后，证明是宫女采梅。哎呀，行了行了，别演了，先下去吧。采梅是谁？啊，回父皇，采梅是服侍我的宫女。那抓到凶手了吗？没有，末将得报之后，曾马上命人在池中四下搜索蛛丝马迹，结果只发现了这一方香巾，这会不会是采梅身上之物？这不是赠给孟凡的手帕吗？如此说来，这孟凡多半是凶手。皇上，末将这就将他抓捕归案。
究竟因何要下手杀害采梅？不是我杀的，奴婢没有杀人，奴婢是冤枉的。混账！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什么人证物证？你们不能冤枉好人，不能屈打成招。哼！瞧你这般嘴硬，那就别怪本将军无情了。我倒要看看你这身皮肉，可比得上你的嘴巴硬。给我打！是。好了，我没有杀人，奴婢是冤枉的。奴婢没有杀人。你仔细认认，那天晚上在太液池边看到的宫女，可就是她？是不是她？让我想想。有什么好想的？让你认真看清楚。是。没错，小的记得很清楚，出现在池边的宫女就是她。看见了吧？这就是人证。看你如今还怎么抵赖？奴婢是冤枉的，奴婢没有杀人。奴婢那天晚上是去过太液池，奴婢只是去放河灯，奴婢根本没有杀人。放河灯？你编的谎话骗得了谁？河灯哪里不好放？偏偏有那么巧，在发现尸体那边放河灯。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狠狠的打！是。奴婢是冤枉的，是冤枉的，我是。我来。招不招？
有按照我说的去做吗？回禀公主，所有用来炖汤的鸳鸯都是雄性的，雌性的鸳鸯已经按照公主的吩咐放回池塘里。好，放这边吧。公主，请你大发慈悲，救救姐姐！你先起来吧，有事情慢慢说。是。公主，姐姐被抓，说她杀了人。这件事情我早已经知道了，我也相信你姐姐她不会杀人，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现在只有公主可以救姐姐。姐姐真的很无辜，上次说她谋害梁王，所以被关进了天牢。这次竟然说她杀了人，也不知道是谁诬陷姐姐。如果被我知道，我一定不会放过她。清者自清，只要你姐姐是无辜的，她一定会没事的。可是我怕她屈打成招啊！公主，求求你马上去救她。迟了可就来不及了。起来。幕府，不是我不想帮你姐姐，只是我在朝中实在是没有什么实权呢。可是我不想她死，她是我唯一的姐姐。我不想她死。你先别伤心，带我先探望孟凡，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吧。多谢公主。姐姐，小福，妹妹，姐姐，妹妹，你不要担心，姐姐一定可以离开这里的。公主，奴婢参见公主。不必多礼。谢公主。公主是特地来救你的，真的。我会尽力的。多谢公主厚爱，奴婢没齿难忘。姐姐，他们打你了呀？你不用担心，相信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了。我一定可以平安出去的。公主知道你被人抓，特地命人熬了这个汤，叫我送来给你喝。喝吧，这里面也不会有多少好吃的给你，况且你还受着酷刑。公主对奴婢的洪恩，奴婢终身不忘。
姐。这是熊鸳鸯的汤，你觉得好喝吗？好喝。可是，一只雄的死了，另一只雌的还活着，这就是苦命的鸳鸯。如果你还想喝，我会派人来送给你。谢公主厚爱，奴婢敏感无内。这种折磨人的地方，有很多无辜的人最后是被冤死的。无论你受到什么痛苦，都一定要谨记着，我们在等着你出来。姐姐，你一定要记住公主说的话，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如果连你也走的话，我就一个人孤苦伶仃了。福儿，看你的脸色，似乎是不太好。太子殿下，求你救救我姐姐！福儿，快起来！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虽然我是太子，但国有国法，何况六宫之中以皇后为首，让我怎么帮忙？天下只有你一个太子，你说可以，一定可以。更何况那是我姐姐，我只有她一个亲人，没有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不是我不帮，当真我插手去救，反而会害了你姐姐，你明白吗？我跟皇后一向不和，倘若我真的插手其中，到时候皇后一定会趁机大做文章，说我以权谋私。那个时候，你姐姐会成为我的替罪羊的。殿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救我姐姐呢？只要可以救她，就算要我的命都可以。福儿，我不许你乱说。你还是先别着急了。你叫我怎么能不着急呢？姐姐还在狱里面，要熬多久都还不知道，你叫我如何不急呢？福儿，反正现在父皇还没有判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替你想办法啊！谢谢太子殿下。皇上，经刑部审理，宫女孟凡已将杀人一案如实招认，请皇上发落。交由刑部按律处罚。遵旨。启禀父皇，儿臣听闻这宫女孟凡乃是在牢里被屈打成招，儿臣认为此举不单单影响我朝廷的威信，更有可能殃及无辜，所以儿臣认为不应该如此草率将其定罪。这次罗大人会同刑部处理此案，是本宫的意思。太子，你是否认为本宫处事太过草率？母后罚一人，则千人恐；滥一罪，则百夫愁。朝廷、万民都在看着我们呢。有道是治乱世用重典。太子，我试问一句：如果你杀了人，我不给你苦头吃，你会招认吗？回母后，国法乃是写在我大唐永徽律书里，而不是写在一个狱卒的皮鞭上。倘若真如母后所言，人证物证确凿，罪犯自然是无从辩解。可今日这孟凡乃是被动用大刑才会屈打成招。敢问母后，这冤案当中岂没有草菅人命，没有滥杀无辜吗？皇上，皇上，臣妾有个建议，想要说说看，好吗？好，快说。既然殿下对审理案件有异议，那不如另外派人重新审理吧。这样一来可以彰显皇后娘娘的公正严明，二来可以释除殿下的隐忧，可谓一举两得。好，这个办法甚好。
不知皇后你意下如何呀？一切听皇上的。好。太子呢？儿臣并无异议。既然皆无异议，那就这么决定。昭容，你心目中可有这个人选？临淄郡王处事公正，人尽皆知，所以臣妾想要推荐他处理此案。娘娘抬举，隆基何德何能，恐怕有负厚望。王爷不必谦让，王爷的聪明才智不容置疑，再加上又是皇上的侄儿，值得信任，也和刑部犯人孟凡毫无牵连，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所以绝对是个最佳人选。隆基，你就不要再推辞了。你觉得这样好吗？好啊。那就这么决定。隆基，臣在。朕命你立刻查明此事，缉拿真凶，以正国法。臣领旨。请喝茶。谢谢，娘娘不必客气。我这次专程拜访，是为了答谢娘娘。如果不是娘娘，我也不能为孟凡雪冤。郡王爷客气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上次郡王爷说孟凡含冤待白，苦无机会救他。这次本宫有机会助郡王爷一臂之力，自然是当仁不让。我先代孟凡答谢娘娘的救命之恩。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娘娘有所不知，我上次也是因为苦无良策，逼于无奈，才找到了娘娘。虽然知道以娘娘的身份，要娘娘介入此事，未必合适，但无论如何，这次给娘娘添麻烦了。此言差矣。郡王爷不但没有给本宫添麻烦，还让本宫觉得郡王爷是如此敬重本宫。以后有机会需要用到本宫的地方，请随时告知，本宫定鼎力相助。谢谢娘娘。后宫之中，隆基不便久留，就先行告退了。好，郡王爷请。娘娘，我看郡王爷对这件事情很是紧张，娘娘知道什么原因吗？往好的一面说，郡王爷是一个大好人，上至皇上，下至老百姓，他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关照有加。那如果我坏的一面说呢？好人做好事的原因很多，目的只是让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不过坏人做坏事呢，原因就比较复杂。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看3天3夜也说不完。至于为什么他要帮人，这个原因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为什么我要帮他。那娘娘为什么要帮郡王爷呢？当初你不懂下棋的时候，你是如何判断这盘棋谁胜谁负呢？我会看谁的棋多呀。娘娘的意思是，郡王爷也只是娘娘棋盘中的一颗棋子。你只猜对了一半。如今没有下棋的人，只有棋子。在分出胜负之前，你要让双方都知道你是自己人。小月明白了。如今娘娘只要和各方的势力都建立好关系，将来不管谁做了皇帝，娘娘一定保有一席之地。但是小月有个问题，如果让其中一方发现娘娘也是对方的人，这怎么办呀？要成就伟业，总要冒些风险。至于风险的大小，就要看各自的修行了。奴婢也不清楚，只知道采梅经常在背后说孟凡的坏话。小人平时很少跟采梅和孟凡接触，不过有一次采梅得到公主的什么奖赐，在大家面前炫耀。这事儿我知道，采梅跟大家说公主宠幸她，还暗示孟凡已经失宠。我也相信孟凡他不会杀人，
皇兄，请你尽力的为他洗脱嫌疑吧。公主，请你放心吧，我奉旨找寻真凶归案。如果孟凡是无辜的，我可以保证，他一定可以安然归来。有皇兄的这句保证，果儿也就放心了。那以你所知，假设孟凡真是被陷害，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跟孟凡素有积怨的就只有采梅了。如今采梅已死，果儿一时之间也想不出谁可疑。那你知道采梅和孟凡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可能是因为我吧，因为采梅还没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最疼的是孟凡。这么说，你是怀疑他们两人因为争宠，所以才导致不和？这是正常推断，一切真相还需皇兄来揭晓。我只希望孟凡他是无辜的。回王爷的话，小的经过详细剖验死者尸体，发现死者肺内积水，的确是浸死的。死者有没有外伤？有，在鼻部和颈下都有擦伤和紫垫。何解？因为小人发现死者死前有挣扎。还有没有别的发现？对了，死者衣服有撕破，其他小人便没有任何发现。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会是在这里。这样，我走了以后，你留着用吧。郡王爷的好意，奴婢心领了。为了郡王爷，奴婢也不能接受郡王爷的药。你说的对，我的确是要避嫌。你知道我最近正在调查的这个事情吗？奴婢知道。如果我找不到证据的话，我可能不能帮你洗脱你的冤情。郡王爷的大恩大德，奴婢实在无以为报。有人说，采梅被发现的那天晚上，他们看到了你偷偷跑开的样子。是。那天晚上，公主让我去太液池放河灯，是为了拜祭樊良。她千叮咛万嘱咐，让奴婢不要被人发现。后来，当有人接近我的时候，我就立即转身离开。那为什么在采梅的身上发现了你的手帕？我说不知道，郡王爷会相信我吗？我信。可是大家相信的是人证和物证。奴婢是否撒谎，去问公主殿下便可知道。郡王爷还是不要去问公主了。是不是你怕安乐公主会刁难你，因为她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你带她祭拜樊良？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让公主再次难堪。樊良的事情，她已经很伤心了。但这对你不公平。如果公主认为应该为奴婢作证，她会站出来的，也不用郡王爷多问。你好像知道什么，却不跟我说。你还是不会放弃的，对吗？奴婢像是轻易放弃的人吗？
彩梅，彩梅，你死得好冤呐！你死得好冤呐！彩梅，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驸马，郡王，彩梅不过是一个普通下人，驸马这样实在令人不解。莫非？其实，彩梅不是普通的宫女。实不相瞒，她跟我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这还用说吗？明白。所以，我要趁着人少一点的时候，偷偷来祭拜她一下。少一些人知道，就少一些是非。原来，驸马还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呢。也不知道他这次离开，是幸还是不幸。什么意思？公主发现了我和彩梅的关系，我一直都怀疑是她杀害了彩梅。可是我问过公主周围的人，他们都说公主对她很不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男人永远也不会猜得透。郡王爷，你也听说过黄蜂尾后针，青蛇口中信，两者皆不毒，最毒妇人心。只要怒火烧起来，女人什么歹毒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这些年，这种事情还少吗？给你个交代的。进去，老实待着吧。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没事，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我就可以出去了。待多久？20年吧。你犯了什么罪啊？只是在凤阳阁偷了一件古玩出去卖，怎料被发现了。说来，我们也挺有缘的，都是服侍过公主的人。 原来你也在凤阳阁做事。我叫桂花，我叫孟凡，你就是孟思月。如今我们都是阶下囚，就不要称呼什么思月了，叫我孟凡就可以了。你的事我也有所耳闻。那天我就心里觉得奇怪，当时我明明看见彩梅被公主叫进房间去。 怎么又会死在太液池中呢？那天，公主在看歌舞，她还派我去。是啊，是啊，那天晚上，我明明看见公主叫彩梅，彩梅应着进了公主的房间。不会是我看见彩梅的魂魄了吧？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很怕。那天。 你去偷东西，会不会因为太紧张，所以看错了？不可能，如果换做别人，我也许可能会看错。但彩梅那个贱人嘛，
我怎么可能看错？你跟他有过节？他这个人特爱仗势欺人，你不应该不知道。公主，采梅，太液池放何德？活该！你杀他，那是在为民除害。来人呐！我要见公主！来人呐！我要见公主！三公子，你猜的没错，有宫女证实，公主在看歌舞的时候，离开一会儿回去休息。看来是真的。她走了多长时间了？不出1炷香。如果这样的话，那这问题可就又来了。什么问题？如果公主就是凶手，那凶案只能发生在凤阳阁，但尸体是在太液池内发现的。如果说人是在凤阳阁被杀，那公主又怎么能把尸体沉到太液池里面去呢？一定有人帮助她，她不可能一人所为。公主，请。干什么？公主，请。孟凡，别冲动。罪婢参见公主。你出来，跟我走。快点！快点！走！是不是你害我？将死之人果然什么都不怕，竟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了。有人说，那天你在看歌舞的时候，你回到凤阳阁叫过采梅，之后，采梅就死在太液池里。那一天，你叫我偷偷去太液池放河灯，刚巧采梅就死在太液池。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这一切是不是你设的圈套？你果然是聪明，是又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给你设了个圈套进去，没错，是谁先骗谁在先的。我明白，是为了樊梁一事吗？什么就叫为樊梁一事？看来我和那个小贱人一样，都该死。你们觉得骗我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是吗？我没有，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你有。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不会骗我。你常常跟我说要如何如何的对我好，还要报恩呢。可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我已经解释过了。闭嘴！好，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报复的话，就冲我一个人来好了。为什么要杀害采梅？搭上一条人命，你不觉得这么做太残忍了吗？残忍？那个小贱人勾搭驸马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当然，我根本不在意他们之间的丑事。不过，我杀了他，就是在惩罚那2个狗男女，这叫一箭双雕。原来公主殿下早就知道他们的事。我知道，可他也知道，我明明见不得有情人一双双一对对，可他就是在我面前。我要你们死，就像拆散鸳鸯。公主，这么晚了，有什么吩咐吗？本宫还不想睡。啊，对了，你去看那个盆子里究竟是什么呀？是。
为什么要这么做？采梅罪不至死啊！你有资格说这样的废话吗？要不是你，如今的我会落得形单影只，孤单一个人吗？对不起，公主，回头是岸。回头是岸，哪里是岸？我已经看不到了。岸上还有什么人在等我吗？我为什么要回头？是为了救你吗？你后悔了？可惜，太迟了。如果我死了，你可以过得开心，忘记以前的不快。我可以死，我愿意去死。你当然要死。我这辈子就是被你给毁了，而且你会不得好死。公主，不要这样好吗？我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很难过。不要在这猫哭耗子假惺惺。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放过你，放过伤害我的，甚至天下的人。只要我看着碍眼，我就不会让他们好过。公主，你这样做也不会开心的。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呢？你还记得我给你送来的鸳鸯汤吗？我看着他们的伴侣一只一只的死去，而另一只却要孤孤单单的留在这个世上，我就开心。不要这样，公主，孟凡，求你不要再错下去了。一切都是我不好，有什么错都来惩罚我好了，不要惩罚别人。你这样做，就等于在惩罚你自己。你已经给我最大的惩罚了，还有什么可以惩罚我？不会有了，不会有了！方生，我真不愿相信公主是杀人凶手，但现在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安乐公主的嫌疑是最大的。是啊，就像驸马所言，公主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容忍采梅的存在。看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要先找到目击证人。如果真凶是公主的话，那孟凡真的要倒大霉了。怎么会那么巧？出事时，他刚好在池边出现，又偷偷摸摸的溜走，还被人发现个正着。方生，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巧合，不是巧合。公主选择在这个时候叫孟凡带她到池边放河灯，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有她的目的的。殿下是怀疑公主存心栽赃嫁祸。王爷，属下刚收到消息，孟凡已画押认罪。罪必参见郡王爷。你怎么这么糊涂？凶案真相未明，你为什么要认罪呢？郡王爷，请回。孟凡，你不要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如果郡王爷要奴婢现在就死，奴婢现在就可以死在你面前。郡王爷还是请回吧，他现在是什么也不会说的。孟凡，你听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给我记住，你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妹妹，你答应过要照顾她一生一世的。你带我好好的照顾她，如果有什么事，我唯你是问。罪婢知道，罪婢恭送郡王爷。
孟凡不管怎么样，都不肯说实话，像是要放弃一切。他是不是受了什么恐吓或者刺激？玉作说，公主曾经来这里见过孟凡。我猜测孟凡突然变成这样，一定是跟公主有关系。难道公主威胁孟凡认罪？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太早。不过以孟凡的性格，他如果这样做，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这就怪了，难道他不知道这种罪承认就是一个死吗？孟凡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唯一的弱点就是太重感情。他突然认罪，一定是有什么原因，而这个原因跟公主见的一定有关系。要不要我们去找公主，查问一下？没用的。如果真的是跟公主有关系，他自己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所以接下来，我必须及时阻止，否则可能根本就来不及救出孟凡了。殿下，你有什么方法？如今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有啊。事到如今，为了救孟凡出来，唯有兵行险招了。公主好巧啊，居然在这里见到了你。皇兄，别来无恙。谢谢公主的挂念。我最近身子不太舒服。哦，是吗？可能事情太多，要保重呢。果儿现在还要去见母后呢，不妨碍皇兄办事了。除了皇上要我查的那件事，其实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是吗？不是听说孟凡那个奴婢已经画押认罪，皇兄怎么还不能定案呢？真正的杀人凶手还没有查出来，我怎么能放弃呢？这么说，皇兄有证据证明孟凡是无辜的？是的。有什么证据？孟凡跟你说过什么吗？公主，你好像很想知道什么。我只是想不到，其中还有这么多的内情。当然，我也不希望孟凡就是真凶。那公主可以放心了，真正的杀人凶手，我很快就要查出来了。真凶是谁？你。我怎么可能？你别乱说话。公主，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还没有说完。我想说，你应该很想知道。当然了。可这件事太大了，我没有办法透露太多东西。但是我不告诉你，又对你有点太过分，所以我就告诉你一点点。好，你说。那天仵作在他身上找到了公主的。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不会怀疑我就是凶手吧？不是怀疑。那我就是凶手了。公主，你不要生气，我没有说你是凶手，只是那个仵作说，从伤口上看，他是被勒死的。那不正是孟凡的手帕吗？但那天晚上，不是你让孟凡去拜祭樊良吗？发生什么事了？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一些小事而已。臣现在有重要的事情，先告退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刚才你在说什么？他说我才是凶手。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啊？看来他查获了什么证据。这么说，难道真是你杀的？没错，人是我亲手杀的。你为什么要杀人呢？财媒勾引驸马。
本来就该死。杀他的方法多的是，你为什么要亲自下手啊？如果我不亲自下手，又怎么能出了这口怨气？而且我还要1石2鸟，把所有伤害过我的人都除掉。你说的是孟凡？对，就是他。我跟他情如姐妹，无话不说，但他竟然骗了我。明知道真相，他却天天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怎么思念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再回来的人。我一定要让他死。当天晚上，我想把孟凡一刀给杀了，可是这样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吃尽苦头，再送他去死。没想到，女儿，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果断，遇事要冷静沉着。现在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呀！我对自己说，以后谁要是再敢伤害我，我一定不会让他有好下场。你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你真的想饿死啊？嗯。这就赏给你的。敢问差大哥，这是哪位大人送的？问这么多干嘛？你赶紧喝。桂花，不要喝，我不胜酒量，还是请差大哥喝吧。嗯。不要，不要！我喝吧。不要！给我喝！喝！不要！桂花，不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带走。是。桂花。桂花，桂花，桂花！公主，你好狠心呐！殿下，我刚收到消息，跟孟凡一起坐牢的那个桂花忽然死了。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不过属下觉得一定跟孟凡的事情有关。看来安乐公主有可能是被我给激怒了，她怕夜长梦多，要大开杀戒。跟我来。嗯。开门。孟凡，这里很危险，你现在得马上跟我走。为什么要走？你之前说你是清白的，是吗？是，就是这个原因，你现在必须跟我走。桂花是怎么死的？你应该明白，你再不离开，就是下一个桂花。快跟我走！别着急，我会帮你的。
是安全的，我们先在这里躲一躲。你的脚没什么大碍吧？让我看看。有劳郡王爷费心，奴婢没事了。趁他们现在还没有追来，郡王爷你先跑吧。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也用不着放弃自己的性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和公主有关系吗？